江河动手术的前一天，被医生告知她的老公抢走了肾源，她愣在原地，久久才反应过来，秦燕慈已经失踪了3个月。在她病入膏肓时，连她的电话都打不通。她没想到再次听到她的消息会是在这个时候，她还抢走了她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江河的心脏泛着密密麻麻的疼痛，在一瞬间，他几乎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。本来这些事情我是不该多嘴的，但抢走肾源的是你老公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江小姐，要不您去找秦先生说一下情况吧。他那么爱您，要是知道真相，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整个京市都以为秦燕慈爱惨了江河，可如今江河却不这么认为了。他的心很乱，听着医生絮絮叨叨说着，最后他自嘲一笑，他要是联系得上秦燕慈，就不至于一个人在医院住那么久了。他没心思再听下去，敷衍的点点头，便起身想到外面散散心。可刚走到一间病房门口，江河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，他下意识往里看去，一个是失踪了3个月的秦燕慈，另外一个则是他的妹妹江清寒。透过门缝，秦燕慈坐在病床边，把江清寒抱在怀里。燕慈，你留在这，姐姐真的不会生气吗？我听说她也生病了，这肾源本来是姐姐的，你抢走她的肾源，她会不会……清寒，都这个时候，提她做什么？你明知道我爱的是你，当初和她结婚，也只是为了让你名正言顺的成为江家继承人而已。本以为3年前我在她的车上动了手脚，让江河撞了她的母亲，你顺理成章的走了，一切水到渠成。可我没想到你会生病，清寒，我害怕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，只要能救你，别说是一个肾源，哪怕是要她的命，我都在所不惜。秦燕慈的眼眶红了，那种隐忍的爱意和心疼是装不出来的。看到这一幕，江河如坠冰窖。原来秦燕慈早就知道他需要肾源，只是他不在乎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。他曾以为的救赎，没想到只是秦燕慈的一场游戏，更没想到当年那场将他推入地狱的车祸是秦燕慈亲手设计的。3年前，江清寒作为江父的私生女回到江家，本该是人人喊打的存在，可那回江河却突然酒后驾驶，撞到了江母并肇事逃逸，江母又恰好被江清寒救下。事后，江河对这场意外毫无印象，他解释不出缘由，最后落得个白眼狼的名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是秦燕慈亲手设计的。而江清寒逐渐取代江河在江家的地位，江母待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，江母更是亲手将他告上法庭。那时的江河百口莫辩，孤立无援，是秦燕慈出现保释了他，和他表白说暗恋他许久。在所有人都骂他是白眼狼时，秦燕慈的出现无疑是一道光。江河很快就接受他的表白，并嫁给了秦燕慈。本以为他的人生就算是有些意外，但也该算圆满的。可是如今的他就觉得自己像是一场笑话，早该有迹可循的。比如秦燕慈明明说爱惨了他，可婚后他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，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一股莫名的情绪。再比如现在他生病了，作为丈夫，他没有一丝一毫关心，失踪了整整3个月，甚至抢走了他活下去的机会。他甚至不知道他们结婚的这3年里，秦燕慈和江清寒在他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了多久。想到这，江河的泪水一滴滴落下，他在病房浑浑噩噩地待了一晚上。第2天，林医生来查房，见江河这副样子，简直是大吃一惊。他急忙上前将把从地上扶起。江小姐，您不是去找秦先生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说着，他对上江河满是泪痕的脸，有些紧张，他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？江河摇摇头，努力压下心底的痛。林医生，我打算放弃治疗了。他为了秦燕慈努力与病魔做斗争，不值得的。而秦燕慈也配不上他的爱。江小姐，就算没有肾源，我们也可以保守治疗。等下次的机会，您不用如此悲观。不必了，我今天就办出院手续。见江河如此坚决，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，只让他回去再好好想想。当江河签下那张放弃治疗通知书时，他的心终于落到了地上。他再也不用那么累，守着一个又一个会离他而去的人。重新回到病房时，江河脑海一道金属声音响起：检测到宿主生命值即将耗尽，是否选择重生？这一次，江河无比坚定地选择了重生。好的，宿主，您这具身体的寿命还有1个月，1个月后将会重生。好的，宿主，您这具身体的寿命还有1个月，1个月后将会重生。那时他就可以和过去彻底告别。他是在2年前检查出肾衰竭的，随即一发不可收拾。那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自称系统的东西，说能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。可那意味着他与江家和秦燕慈再没半分关系。是他一直舍不得秦燕慈，所以甘愿忍受病痛的折磨，也要留在秦燕慈身边。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能辜负秦燕慈的深情，如今想想，一切都是自己自作多情。若秦燕慈真在乎他，2年的时间里怎么会没发现他病得那么重？现如今，江河不愿再自我折磨了，他独自一人办了出院手续，却在准备离开时迎面撞上了秦燕慈。此时的江河已经病入膏肓，哪怕是轻轻一撞，他还是倒在了地上。他痛苦地呢喃了声，而秦燕慈似乎有些急，本想转身就走，可看清来人后，他停住脚步，脸色彻底阴沉下去。江河，你居然跟踪我，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？怎么还有心思找到这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死缠烂打的一面？江河自嘲一笑，他看着自己手上的滞留针，突然不知道该说秦燕慈是真的不在乎他，还是真的眼瞎。但凡他正眼瞧他一眼，就会发现他脸上惨白的病容，可他不在乎，而他也不会再像条可怜虫一样
求他的关注了。江河扶着墙从地上站起，他没了从前的歇斯底里，只是平静地解释：我不是跟踪你，只是来医院有事，现在就要走了。他不想再去看秦燕慈的反应，捡起地上的病历书，刚准备转身，而秦燕慈却突然喊住了他。在他开口之前，江河以为秦燕慈是发现了他的异样，可他的下一句话却像是一道无形的巴掌一样扇在他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江伯母出去旅游了，清寒在医院正好缺一个照顾她的人，你们是亲姐妹，你去照顾她。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，江河无声地笑了笑，让他一个将死之人照顾，亏秦燕慈说得出口。我不舒服，你找别人吧。他刚想朝电梯走进去，身后的秦燕慈却一把拽住他的手。清寒的病很严重，别人照顾我不放心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种时候耍大小姐脾气？大小姐脾气，那是只有被偏爱的人才有资格的，而他没有。和秦燕慈纠缠那么久，就会觉得天旋地转。他想离开，不想在秦燕慈面前再露出一丝一毫的脆弱。江河用力想挣脱开秦燕慈的桎梏，但他体力耗尽，只能任由秦燕慈拖拽。一边走，他还一边警告江河：江河，别忘了当初要不是我，你早就坐牢了。你就是这么回报你的恩人吗？难为秦燕慈有脸说这话，就好像当年的事真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一样。但江河累了，他明白今天要是不顺他的意，秦燕慈是不会罢休的。想了想，他只能先答应了。我先去换套衣服，等会过去。秦燕慈皱眉，刚想再说些什么，手机响了，是江清寒。秦燕慈的脸逐渐温柔下去，他接起电话朝门口走去。江河走到楼道，讽刺笑了笑，他靠在墙上，身体已经撑到了极限。他从包里拿出止疼药，苦涩的味道在嘴里蔓延，但比这更苦的是他的心。等缓过来后，江河拔下手上的滞留针，任由鲜血流下。秦燕慈接完电话，就带着江河来到病房，江清寒就一把扑进秦燕慈怀里。燕慈哥哥，你怎么去那么久？话音未落，就注意到了秦燕慈身后的江河。姐姐，你是来找燕慈哥哥的吗？江河没有答话，对两人的亲昵也视若无睹。可江清寒不愿放过他。姐姐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江河皱起眉，并不想理会江清寒。燕慈哥哥，你还是跟姐姐回去吧，这样姐姐就不会生我的气了。江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清寒是你亲妹妹，她生病了，身体不能受刺激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从头到尾，他都没说过一句话，可到了秦燕慈眼里，就成了他在无理取闹，他不懂事了。江河抬眸看着他们，眼里带着嘲讽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亲姐妹，可别忘了结婚证上你的配偶栏还写着我的名字。你和他孤男寡女共处那么久，还当众搂搂抱抱的合适吗？秦燕慈难得的一阵语塞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满燕慈哥哥在医院陪我，但那是因为我生病了没人照顾。燕慈哥哥是可怜我才过来的，他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。句句解释又句句挑衅。江河不信秦燕慈听不出来，他只是一颗心都偏向江清寒罢了。燕慈哥哥，你公司那么忙，先去处理吧，这里有姐姐照顾我就好。那你乖乖的，我晚上再来看你。清寒她身体不好，饮食需要清淡，你最好不要让我发现你偷偷欺负清寒。等秦燕慈离去，江清寒立即松开江河的手。原来姐姐是真病了啊！不过燕慈哥哥已经将唯一的肾源给我了，姐姐你会不会死？你还真是可怜呢，爸爸妈妈不要你了，现在老公又因为我不顾你的死活。对于他的挑衅，江河已经习以为常，他不想理会，疲惫地靠在陪护椅上，刚想休息一会，江清寒就已经开始使唤他了。姐姐，我手上有针，不太方便，麻烦你喂我喝点汤吧。江河没理会，江清寒也没再强求，他余光瞥见病房外的身影，勾了勾唇，朝着桌子上走去。江清寒看了眼碗里滚烫的汤，下一秒他往自己身上泼去，紧接着一阵惨叫声传入江河的耳膜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秦燕慈已经推门而入，他紧张地看向江清寒。燕慈哥哥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江河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面对江清寒的茶言茶语，他懒得再解释。江河，你就是这么照顾清寒的？要不是我不放心，特地在门外看着，都不知道清寒要怎么被你欺负。面对这些指责，他疲于应付，因为解释了他们也不会信。江清寒委屈地哭着，让秦燕慈一颗心都要碎了。和清寒道歉。江河被他气笑了，他对上秦燕慈眸子。提什么？从前的江河对秦燕慈的话几乎是盲目的服从，如今的拒绝让秦燕慈更加不悦。他扬起手，一巴掌打在了江河脸上。江河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说着，秦燕慈就带着江清寒去处理身上的狼藉。江河脸上泛着火辣辣的疼，他的泪水从眼角落下。江清寒转身，露出胜利者的微笑，挑衅地看向他。这画面放在从前他会难受，如今的江河却完全不在乎了。他现在只想离开。江河出了医院后，他去了一趟墓园，给自己挑了一块墓地，随即向殡仪馆委托了自己的身后事，哪怕没人在乎他，他也想体体面面的离开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见他如此狼狈，脸上还带着巴掌印，担心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，安慰他别寻短见。江河摇摇头，连陌生人都会关心他，可和他当了3年夫妻的秦燕慈却只会伤害他。处理完所有事情后，他才回到家。不可思议的是，秦燕慈也在。他愣了一会，刚想转身朝楼上走去，然而秦燕慈却喊住了他。离婚协议签了吧。江河停住脚步，就见秦燕慈拿起桌上的协议走到他面前。他本以为江河会哭会闹，可秦燕慈这回猜错了，他只是十分平静地盯着他。你放心，我们只是假离婚，清寒手术在即，他害怕自己在手术上出现什么意外，
所以想在手术前结婚，以免落下遗憾。等他做完手术，我就和他。话音未落，江河已经接过离婚协议，他看都没看一眼，就在签名处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正好他也不想这具身体死后还和秦燕慈牵扯上任何关系，他觉得恶心。见江河如此干脆，秦燕慈心底有着说不清的情绪，而江河甚至都没看他一眼，签完直接将离婚协议甩给他就上楼了。到了卧室，江河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最醒目的就是两人的婚纱照。仔细想，那时的秦燕慈说暗恋他许久，可婚纱照上的他完全没有作为新郎该有的喜悦。可惜那时的他完全沉浸在秦燕慈给他编织的谎言里而不自知。他将婚纱照里属于他的那部分裁剪下来，随即又将一些零零散散的私人物品拿了一个大垃圾袋丢进去，很多都是和秦燕慈的情侣款，属于秦燕慈的那半他用都没用过。可以前他盯着这些东西还是能开心很久，如今更像是在提醒自己有多蠢。收拾完后，袋子已经装满，卧室也空了一大半。他提着垃圾袋刚走出卧室，就碰见了秦燕慈。秦燕慈看着他手上的东西，心底不知不觉地漏了一拍。我们只是假离婚，你还是可以住在这里，清寒不会影响到你的地步。江河敷衍的点点头，却依旧提着那一大袋东西出去，扔进垃圾桶时毫不留情面。秦燕慈蹙着眉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手机铃声适时的响起，他眸色变得温和，转身朝外面走去，断断续续的可以听到秦燕慈在哄江清寒。没一会，秦燕慈就离开了。当天晚上，江河收到了离婚证，属于他的物品也彻底被清扫干净。他躺在客房里，安静的等待生命倒计时。第二天，他是被楼下一阵吵杂声吵醒的。江河走到楼梯，才发现是江母还有江清寒，他们正指挥着保姆搬江清寒的行李。江河讽刺的勾了勾唇，他们的速度倒是快，刚想转身回去，就瞧见江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楼了，并且直奔他走来。江母是生他养他20几年的亲生母亲，他以为江母是发现了他难看的脸色，想关心他，可江母走到他面前，却扬起手打了江河一巴掌，江河一个不留神摔在了地上。别装了白眼狼，要不是燕慈和我说，我还不知道你居然欺负到清寒头上了。江河，我真恨自己的亲生女儿是你这种恶毒卑劣的白眼狼。江河闭上眼，任由泪水落下。他也恨秦燕慈欺骗他，恨江母不相信他，恨江父的偏心，可没有用，没人会在乎。如今他是真的释怀了。燕慈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以后这里的女主人是清寒，要不是清寒心地善良可怜你，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心地善良。江河讽刺地看了眼江母身后的江清寒，无声地笑了笑。今后我也会住在这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，不要再勾引燕慈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随便你们。留下这句话，江河转身进了房间，反正时间一到，他就会离开了。之后的日子，别墅里也因为多了江清寒的存在，再次热闹起来，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可这些幸福都不属于江河，他一直躲着他们，不想再和他们牵扯上任何关系。而他的病没了药物控制，只能靠着止痛药撑下去。林医生一直在催促他去治疗，可江河拒绝了。他刚应付完林医生的电话后，卧室门被推开，看到是江父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燕慈陪着清寒去拍婚纱照了。江河垂下眸子，自嘲地笑了笑。原来他们速度竟是这样的快。江福把卧室灯打开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对上江河那几乎没有血色的脸时，他不可置信地开口：你的脸色怎么难看成这样？放在从前，这样的关心江河会很开心，可他这个父亲早在他带着江清寒这个私生女回来，他就失望透顶了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江府微微松了一口气，这才想起自己的正事。没事就好，清寒马上动手术了，你得时刻陪在他身边，以防万一他在手术上出现什么意外，急需要血源找不到人。原来他关心他有没有生病，也是为了江清寒。江河的心脏像是被一把刀凌迟一样，他们关心江清寒他没意见，但这样肆无忌惮的伤害他，他就真的没有一分一秒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吗？你们江家有权有势，总不会连这点事都需要我吧？你们是亲姐妹，才艺反应最小。江河闭上眼，不想多说话。当代会他应该已经死了吧？他们的希望总会落空的。顿了顿，江父又开口：清寒喜欢燕慈，等他的手术成功后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你就出国吧。在江父看来，这已经是他对这个女儿最好的恩赐了。不必，我自己会走的。义女，别忘了你当初做下的那些大逆不道的事，要不是我们网开一面，你就是死100次也是罪有应得。您就没想过这些不是我做的吗？比起他，江河的情绪称得上平淡，他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一道欢悦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爸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今天我和燕慈拍了好多照片，这是样片，你们快看看好不好看？江清寒的声音成功让他的面色缓和下来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疼爱江清寒这个女儿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刚想让他们出去，就见江清寒喊住了他：姐姐也在啊，你和燕慈拍过婚纱照，也帮我也看看好不好看吧？要是没有姐姐的好看，我可是要重拍的。江清寒说完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江河，则宠溺地摸着江清寒的头发。清寒长得好看，婚纱照肯定也好看。
随即几个人就开始在他的房间看起婚纱照。妈妈，是不是不好看？我生病，身材都走样了。傻孩子，妈妈不允许你说胡话，你在妈妈眼里就是最美的新娘。闻言，江清寒才转哭为笑。江河没在意，看着他们一家4口其乐融融的模样，他只是平静地靠在床上，仿佛一切都和他没关系。而一旁的秦燕慈见江河这副模样，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，他上前突兀地开口：“你不用在意，等清寒做完手术，这些东西我会。”话音未落，江清寒就上前把秦言慈拉到自己身后，随即走到江河床边，拿起样片到江河面前：“姐姐，你看燕慈哥哥和我拍的照片，是不是比你的更好看？我觉得燕慈哥哥很开心呢。”江河垂眸看了眼照片里的秦燕慈，眼里全是爱意，那双眼全程都没离开过江清寒。两人看上去确实是一对恩爱的情侣。他讽刺地勾起嘴角，爱和不爱真的很明显。而如今，他也不会再奢求秦燕慈的爱了。姐姐，你和燕慈哥哥的婚纱照呢？能不能拿出来让我对比一下啊？毁了。江河的语气十分平静，仿佛事不关己。姐姐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婚纱照是燕慈哥哥答应我拍的，不是我。够了，江河，你在闹什么？清寒好心和你分享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燕慈和他说那么多做什么？这种白眼狼又怎么会心疼自己的妹妹？说不定他现在心里正盘算着怎么撞死自己的妹妹。江母的话字字诛心。江河深吸了一口气，抬眸看向他们。婚纱很好看，你们该看也看了，能不能请你们出去？我很累了，要休息。比起和他们争论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江河更希望能好好睡一觉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姐姐生气是应该的，可是我只是想在死前和心爱的男人结婚而已，我有什么错呢？是，他们都没错，是他江河自己蠢，活该被他们骗。想到这，江河疲惫地闭上眼，将所有的讽刺埋藏于眼底。该解释的我已经和你解释得清清楚楚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那么自私？清寒是你的亲妹妹，我这么做只是满足她的愿望，等她做完手术，我们还可以复婚，不是吗？江河扯了扯嘴角，复婚？可是脏了的男人，他江河不屑要。几个人的心思各异，江清寒眼底的妒火几乎都要藏不住，而江父也趁机出来打圆场。算了，何必和他一个外人说那么多？燕慈，婚礼的日子定下来了吗？闻言，秦燕慈的眼眸才缓和下来，开始和江父商量婚礼事宜。几人边说边往外走，而江河缓缓睁开眼，眼底的一滴泪滑落，连婚礼都安排好了，看来是想假戏真做了。之后的几天，别墅内全是他们几个人筹备婚礼的声音，秦燕慈更是亲自买下一座私人岛屿举行婚礼，可见他们的重视程度。江河本以为自己只要在屋里就可以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可他还是低估了江清寒的恶毒。婚礼前夕，江清寒推开卧室门，江河的病正在发作，他艰难地爬起床，正准备拿止疼药时，就被江清寒抢先一步拿走。他看了一眼，随即冷冷地勾起唇：“姐姐，你看起来很痛苦呢。”江河确实是已经痛得脸色惨白，他虚弱地开口，想让江清寒将药给他，可是江清寒没有动，他娇笑出声：“姐姐想要吃药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你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吗？”江河的眼皮子抬都没抬。燕慈哥哥虽然爱的是我，但他还是口口声声要对你负责。我希望你能做个伴娘，在婚礼时亲口祝福我和燕慈哥哥。闻言，江河笑出了声。江清寒还真是贪得无厌，秦燕慈那样的偏爱他还觉得不满。你笑什么？可是你让我一个被离婚的人去当伴娘，就不怕你的余生都不幸福吗？闭嘴！江清寒扬起手，一巴掌扇在了江河脸上，而江河本就难受，这回因为他的一巴掌重心不稳，直接倒在了地板上。而这一动静也吸引了秦燕慈的注意，他快步朝这边走来，听到脚步声的江清寒扬起手，狠狠打在自己的脸上，随即狼狈地朝着门外跑，刚好撞在刚进门的秦燕慈怀里。怎么了？江清寒抬起头，眸子含着泪，那巴掌印清晰地展现在秦燕慈眼前，他眼底闪过一丝心疼，随即看向江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河已经没了力气讲话，而江清寒则趁机开口：“是我见姐姐身体不舒服，就给她送药过来，谁知道姐姐根本不领情，我只是想让姐姐当我的伴娘，亲口祝福我而已，没想到她就打了我一巴掌。不能让她当伴娘。为什么？燕慈哥哥，你不是真心要娶我的，对不对？胡说什么？我答应会娶你就会娶的，只是她一个结过婚又离婚的女人，当伴娘确实是不合适。”江清寒这才勉强接受他的解释，紧接着又开始哭诉他被江河打得好痛。你不准备解释一下吗？我说是他自己打的，你信吗？秦燕慈不信，在他看来，这更像是江河对他的挑衅，他十分不满他这浑身带刺的模样。他的耐心耗尽，转而拿过江清寒手里的药，既然不说，那这药也别想要了。话落，秦燕慈抬起手，直接将止疼药扔向窗外，一起摔下的是江河的心。他苦涩地笑了笑，看来这回连安稳的死去都做不到了呢。他笑着笑着，泪水就从他的眼角落下，秦燕慈的身影也逐渐变得模糊。他咬着牙，强撑着一口气：“秦燕慈，我恨你，真希望我们从没遇见过。”闻言，秦燕慈的心脏泛起密密麻麻的色意，但也仅是一瞬。他皱起眉：“既然这么冥顽不灵，那这段时间就好好在屋里反省。我和清寒的婚礼你也没必要参加了。”说完，他揽过江清寒的腰，
朝外走去。等他们彻底离开，江河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而屋外传来锁门声了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看来秦燕慈是准备婚礼后才将他放出去。他有些好奇，秦燕慈要是知道他死了会怎样？可惜他等不到了。第二天，秦燕慈准备去私人岛屿前，又去了一趟江河的卧室，见他还在睡着，他没打扰，只是在他的额前落下一吻。他的眼里有江河看不懂的情绪。我知道现在的你很难接受，但是我保证只要婚礼结束，清寒就能安心去做手术，到时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能在一起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而床上的江河缓缓睁开眼，面对他的深情，他的内心已经毫无波澜，退而求其次的爱，他不要。就在秦燕慈走后，江清寒给别墅内的所有佣人都放了假，可是太太还在。啪，话音未落，江清寒的巴掌就落在佣人脸上。我才是秦燕慈的太太，再喊错我就撕烂你的嘴。见江清寒狰狞的神色，佣人只能低声改口。可是江小姐还在，我看她病得不轻，我们都离开，她真的不会出事吗？怕什么？谁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吩咐的就好了。你应该也知道，在燕慈哥哥眼里，最重要的是我吧？秦燕慈对江清寒的偏爱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佣人最后也只能应下，收拾行李离开了别墅。江河，你就留在这等死吧，只有你死了，才没有人和我抢燕慈哥哥。想到这，他笑出了声，随即跟着江父江母一起前去婚礼现场楼上的江河。因为没了止疼药止痛，身体已经撑到了极限，身体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撞墙，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。恍惚间，他像是可以看见他们的婚礼现场，入目全是鲜艳的玫瑰，所有人脸上都带着笑意。江河笑了，他的意识逐渐抽离，恍惚间，他听到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，他想接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忽然，一道系统提示音又在他脑海里响起：宿主，您的身体已经撑到极限，即将给您安排重生，请做好准备。江河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，以后他终于可以只爱自己，不必再奢求旁人的爱了。想到这，他缓缓闭上眼。从今以后，这世界再也没有江河这个人，再也不见秦燕慈。与此同时，江清寒已经到了私人岛屿，婚礼现场布置得很美，可见秦燕慈的用心。他的心里是按耐不住的激动，他终于等到这天了。燕慈哥哥，我好开心。秦燕慈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心不在焉的应了声。他心里并没有和心爱之人结婚的喜悦，他现在满脑子全是昨天江河那绝望的表情，以及那句希望从未和他遇见。燕慈哥哥，你是在想姐姐吗？没有的事，你别乱想。江清寒这才委屈的点点头，像是又想到什么。燕慈哥哥，婚礼几点开始啊？我看客人都还没来。秦燕慈一顿，他看向江清寒的眸子带着探究。清寒，这只是一场假婚礼，等你做完手术，我们就会离婚。既然是假的，又何必请宾客？江清寒顿住了，他眼底闪过一丝错愕。他本以为领完证又办了婚礼，有经世权贵的见证，到时候他就是名正言顺的秦太太了。没想到秦燕慈在这防着他，他的心泛起不甘。可他太了解秦燕慈说一不二的脾性了。对不起，燕慈哥哥，是我贪心了。我只是想让我们像正常的情侣一样恋爱结婚，哪怕是假的，我也希望能够完整。我知道，但是当初的事毕竟是我们对不起江河，我还把他的肾源给你了，我只能和他在一起，好好弥补他。他是喜欢江清寒不假，但他已经决定好，等他手术结束，就和他划清界限，和江河好好过日子。他已经欺骗他那么多次，不能再食言了。江清寒委屈的点头，在秦燕慈见不到的地方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恶毒。他还有机会的，只要等江河死了，秦燕慈就会接受他婚礼办得很豪华，可只有江父江母见证，还是显得冷清。秦燕慈和江清寒站在台上宣誓。当司仪问到秦燕慈是否愿意娶江清寒为妻时，秦燕慈的记忆却与过去重叠。也是在这样的舞台上，她娶了江河。只是那会的自己并不怎么上心，可江河却十分开心，看向他的眼底都是爱意。司仪又问了一遍，秦燕慈这才回过神。她今天想起江河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，她想江河昨天一定是真被他们气到了。也罢，等这次处理好清寒的事，他再回去和他说清楚。想到这，他才将这些杂念摒弃，缓缓说出：“我愿意。”江清寒这才满意的笑了。等婚礼结束后，江清寒靠在秦燕慈怀里：“燕慈哥哥，我们去度蜜月吧。”秦燕慈一怔：“清寒，我记得之前说过，等婚礼结束就去做手术。”我知道，我只是希望在手术前能和你有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就算是我死了，那你也能记住我。到底是他喜欢那么久的人，秦燕慈最终还是松口了，但只给3天时间，3天后就会送江清寒回去手术。燕慈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秦燕慈拍着他的肩膀，安抚着他，只是心却飘到很远。当天晚上，江清寒穿着一身吊带睡裙走进秦燕慈的房间，彼时他才刚洗完澡从洗手间出来。你怎么在这？江清寒一见到秦燕慈，直接上前抱住她。燕慈哥哥，今晚是我们的新婚夜。秦燕慈的眸子一沉，清寒，你放开，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可江清寒什么也听不进，他摇着头。我不，燕慈哥哥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让我当你的女人好吗？我保证绝对不会去打扰姐姐，也不会说出去。说完，
他踮起脚尖就要吻秦燕慈的唇，却被他侧身躲开。秦燕慈用力扯开江清寒，声音带着薄怒：“够了，清寒，我们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既然你想不通，那等你手术完，我们也没必要再见面了。”江清寒被摔在地上，他哭出了声：“为什么？燕慈哥哥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江河那个贱人了？你怎么能喜欢他呢？你明明爱的是我。”清寒，我是爱你，可你口口声声说江河是你的亲姐姐，你这样做将她置于何地？江清寒停住哭泣，脸上带着被戳中心事的难堪，可秦燕慈却不在乎他的感受，自顾自地开口：“从前你和我说你作为江家的私生女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为了你和他结婚，如今又为了你拿走他动手术的肾源，现在江河身边只有我了，我不能再对不起他。”说到这，困扰秦燕慈一天的阴霾彻底一扫而空，她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了。她想要和江河共度一生，仅仅只是因为他是江河，而不是因为江清寒。你好好想清楚吧。说完，秦燕慈转身离开，又重新开了一间房，随即拿出手机。江河没给他发信息，他明知道他们今天结婚，可他真的能做到无动于衷吗？秦燕慈的心脏泛起阵阵涩意，他忍不住给江河打了一个电话，不出意料，无人接听。秦燕慈看了眼时间，想到江河的身体一向不好，估计是已经睡了，可他的心却闪烁着莫名的心慌。他又给江河发了微信：“我这几天出差，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，你想想要去哪过？”以前的江河最喜欢这些纪念日，可是他都为了江清寒忽略他，发出去的消息依旧是石沉大海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安慰自己，江河只是睡着了，并不是不理他。可整整一晚，他的梦里全是江河那句“我恨你”。秦燕慈几乎是一夜未眠，第二天刚出房间，就见江清寒已经等在酒店门口。燕慈哥哥，昨天是我的错，我太高兴，一时冲昏了头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。秦燕慈爱了江清寒那么多年，见他真心认错，心也软了几分。知错就好，清寒，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，但我会保证你的后半生衣食无忧。这是他唯一能给江清寒的承诺。江清寒再不甘心也只能应下，毕竟秦燕慈昨晚的态度让他心慌。我都明白的，那我们可以去蜜月了吗？秦燕慈答应了，他觉得他该给江清寒时间缓冲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而江清寒也如他所言，蜜月期间对秦燕慈规规矩矩的，不再有非分的举动，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唯一让秦燕慈心不在焉的就是江河依旧没回他的消息，这让他很不安。好不容易熬到蜜月的最后一天，他第一时间订了机票，只是刚落地，江父江母就已经在机场等着他们了。清寒、燕慈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医院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秦燕慈现在归心似箭，她刚想开口拒绝，江清寒就委屈的撒娇：“燕慈哥哥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我害怕。”秦燕慈见他哭得梨花带雨，这才如梦初醒。他做了那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让江清寒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吗？想到这，他也没拒绝，跟着江清寒一行人到了医院。因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，所以江清寒在第一时间就被推进手术室。燕慈哥哥，我好害怕，你会一直陪着我，对吗？这里的医生技术都是顶尖的，会没事的。他下意识忽略了这句话。江清寒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并不开心，但是也识相的没再说下去。那我希望我醒来能第一时间见到你。秦燕慈这才颔首。很快手术灯亮起，秦燕慈心不在焉的守在门口，反倒是江父江母十分着急，见秦燕慈又是这副模样，就将所有怒意都撒在了江河身上。江河去哪了？自己的妹妹手术也不知道过来看看。提那么白眼狼做什么？可别把他身上的晦气带给我们清寒。两人一句句的唠叨。秦燕慈烦躁的走到楼梯口，点燃了一根烟，浓厚的尼古丁气味麻痹着他的神经，也让他的大脑清醒了几分。他拿出手机继续给江河发消息：清寒已经在动手术了，等手术结束我们就去复婚，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，想好去哪里玩了吗？还是无人回复。他又打了一个电话，依旧是无人接听。他的心逐渐烦躁，又换了家里的座机拨过去，也是无人接听。他有些出神，直到烟头燃尽烫伤他的指尖，他才回过神。刚想从楼道走回去，就和林医生撞上。林医生是认识秦燕慈的，他焦急地开口询问：秦先生，您是陪江河小姐来医院吗？她身体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联系不上她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林医生3天前给江河打电话就没打通过，他害怕他出事，根据医院留下的地址找到江河的家，却被保安告知秦燕慈有事出国了。他实在着急，又联系不上他。然而秦燕慈对这接二连三的询问更是一头雾水。林医生是江河的主治医生，他是知道的。想了想，他才缓缓开口：我这几天都不在他身边，你有什么事我可以代为转达。秦先生，江小姐的病真的很严重，我好几天没联系上她了，估计是出什么意外了。您作为她的丈夫，就真的不担心吗？秦燕慈皱起眉，江河生病她是知道的，可这么多年过去，一直都控制得很好，又怎么会突然出事？秦先生，我真的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江小姐自从放弃治疗后，就没接受过任何药物控制病情了，她现在极有可能是出事了。急了，为什么会放弃治疗？谁允许的？林医生却讽刺地笑了。这就要问你了啊，秦先生。秦燕慈并不知道江河已经知道是他将肾源抢走，所以林医生的话他听不懂，但是他没心思细究。他想起这些天他给江河打的电话也都石沉大海，一瞬间有些着急了。如果江河真的出了事，他不敢再往下想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意。我现在马上回去。秦燕慈说完就跑去告诉江母：伯母，我有事先回去一趟，清寒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燕慈，清寒正在手术，你就算是有什么大事也比不上他重要啊。他说希望你能陪着他。话音未落，
秦燕慈已经飞快跑了出去。秦燕慈担心了一路，她的车开得很快，没半小时就到了别墅。刚下车就发现前面聚集了不少人。是江小姐的丈夫吗？江河小姐在我们墓园订了一块墓地，日期已经到了，可她却没按照约定的期间来我们的殡仪馆。她现在还在吗？砰！秦燕慈突然双腿一软，狼狈地倒在地上。她满脑子只有那句江河订了一块墓地，并且还是给自己用的。她不敢往下想，她的视线落在大门上，手抖得不像话。最终她像是下定了决心，打开门，扑面而来的恶臭让她的心都凉了半截。她狼狈地朝楼上跑去，因为太着急，差点滚下楼梯。等到了卧室门口，那股恶臭更明显了。江河房间的大门依旧是那天他亲手所住的样子。她不敢开门，只是用力拍打着。江河，你出来！你不是爱我吗？不是要和我过一辈子吗？只要你出来，我就答应你。秦燕慈的声音抖得不像话，可依旧是没有任何人回应。就在这时，林医生也赶来了。他是医生，从他进屋闻到这样的恶臭，心里的就明白了。他的心不可控制地沉下去。他为江河感到可惜，明明他是能活下去的，可就为了这么一个男人没了命。秦先生，是不敢进去了吗？见到林医生那刻，他所有的情绪都倾泻而出。秦燕慈快步上前，抓起林医生的衣领怒吼：“你凭什么答应让他放弃治疗？你不知道他会出事吗？”我知道他会死，可是他为什么会死？因为谁死的你知道吗？秦燕慈怔住，他微微出神，没等他继续，林医生就开口：“不先进去看看吗？”秦燕慈没动，林医生睨了他一眼，从他手里拿过钥匙，将门打开。巨大的恶臭扑鼻而来，秦燕慈颤抖地走进去。江河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。如今正是盛夏，哪怕江河只死了不到4天，那张曾经娇俏美丽的脸已经长满了网状条纹，正在腐烂着。只一眼，秦燕慈就崩溃地喊出了声：“江河！”他看着江河的尸体，想去抱他，却又无从下手。秦燕慈跪在江河面前，泪水从眼角落了下来。江河，你给我起来！你不能死，你不是想要我陪着你吗？我答应你，你起来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好好活着。秦先生，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他不会再醒过来。秦燕慈的身体一僵，她猛地抬起头，通红的双眼瞪向林医生：“你不是医生吗？他说放弃治疗，你凭什么答应？你不知道这种是需要家属同意的吗？”可是他有家人嘛，亲生父母不认他，老公又为了自己的白月光整日不归家。你知道有多少次的病危通知书都是江河自己签下的吗？他本来能活下去的，可他知道了是你拿走了给他动手术的肾源，夺走了他活下去的机会。秦燕慈的嘴角扯出一抹苦涩，她摇着头呢喃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病得那么严重，他从来都不说。是不说还是你不信？他给你打过那么多个电话，你来过一次吗？”秦燕慈的脸色一寸寸的惨白下去，她没有脸再为自己辩解。从前她总是认为江河在装病，想博得他的关注。江河一次次给她打电话，说身体不舒服，想要她回去陪他，可是他却为了江清寒对他冷嘲热讽。明明那会只要他细心一点，就可以察觉到他声音里的不对劲，可是没有，他面对他的只有冷嘲热讽。想到这，秦燕慈跪倒在地，从喉咙里喊出撕裂般的咆哮声。林医生并没有对此感到动容，毕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现在不舍又有什么用呢？等秦燕慈发泄够了，门口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才走进来，他们对秦燕慈并没什么好脸色，也终于理解当初江河为什么要一个人定目的。秦先生，请您让开，我们需要遵从江小姐的遗愿，替她处理身后事。不，你们不准碰她！秦燕慈也顾不得其他，把江河的身体抱在怀里，恶臭扑鼻而来，可他却完全不在乎。你们都给我滚！江河不会死，他说过要陪我一辈子，他会活过来。见他激动的情绪，工作人员也没办法，只能看向情绪还算正常的林医生，询问他该怎么办。林医生深吸了一口气上前：“够了，秦燕慈，你现在做申请给谁看？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他怎么会死了3天还没人发现？现在江河死了，他已经看不到你的申请了，你让他入土为安吧。”我做不到，我好不容易才明白自己的心意，我爱他，想要和他好好过日子。他怎么能死呢？怎么呢？没说完，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泪痕。你要是真对他有愧疚，就不该让他毫无尊严地躺在这儿。他生前那么爱美，肯定不愿意自己死后变成这样。秦燕慈一怔，是啊，以前的江河就算生病，脸上也总是带着妆，他已经让他失望那么多次了，不能再让他失望。最后，秦燕慈退了一步，只同意将他的尸体寄放在殡仪馆，但是不能火葬。处理好一切，他浑浑噩噩地回到医院。林医生说的没错，江河不应该死了那么多天没人发现的。别墅的佣人全部休假，实在是可疑。一个怀疑在他心中萌芽，他的心沉到谷底。江清寒的手术还没结束，江父江母见到他来，不悦地开口：“燕慈，你去哪？”话音未落，秦燕慈身上的恶臭就传来。江母一怔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：“你是去做什么了？怎么这么狼狈？手术还有几个小时结束。”见他还是关心江清寒，江母也就没追究了。已经过去6个小时了，估计快了吧？秦燕慈颔首，走到一旁坐下，直到手术室灯灭，医生走出来的宣告手术顺利。很快，江清寒就被推到特护病房，江父江母两人紧紧抱在一起，喜极而泣。而秦燕慈却无动于衷，她苦涩地笑了笑。要是他没有抢走江河动手术的肾源，他是不是已经做完手术，病愈出院了？他是不是就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他面前？可是没有如果，人生也不能重来。秦燕慈痛苦地闭上眼，心脏泛起抽痛，她几乎是一夜未眠，就守在特护病房前。江父对此感到满意。燕慈，你对清寒的真心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等他这回病愈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。秦燕慈笑了。伯父，江河真是你亲女儿吗？
江父不懂为什么这时要提起他。如果你是顾忌江河的存在，那没必要担心。我已经和他说好，要送他出国了。江母也出声：是啊，燕慈，你和清寒才是一对，江河那种品行卑贱的人根本配不上。江母话音未落，就对上秦燕慈冰冷的目光，剩下的话再也说不出口。秦燕慈闭双眼，不再搭理他们。直到24小时过去，江清寒也被转到普通病房，江父也松了口气，公司积压的事情还在等着他处理，所以他没久留。江清寒清醒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找秦燕慈。江母着急去喊他，秦燕慈身上还有异味，可他并没在意，就这样走进吴军病房。燕慈哥哥，我好开心，我的病终于好了。秦燕慈也笑了，但笑容却十分刺眼。可她的健康却是用江河的命换来的。想到这，她的泪水又落下。江清寒只以为他是在为她开心，又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。突兀的一句话让病房内陷入短暂的死寂。江清寒的眸子闪过一丝窃喜，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怎么会？姐姐她走得好突然。是啊，她走得那么凄惨，甚至都没人发现。说这是为什么？他的视线带有很强的审视，像是要把江清寒看穿。江清寒根本招架不住，他眼神带着躲闪。燕慈，你说谁死了？就是你嘴里那个品行卑劣的白眼狼，开心吗？他如你所愿死了。秦燕慈盯着江母的双眼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江母猛地后退，随即狼狈地瘫坐在地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满脑子只有那句江河死了。秦燕慈只觉得可笑，江河生前他们一个两个都恨不得他死，如今又都这副鬼样子，实在是犯贱。这么震惊吗？我以为你早就知道，所以故意只走别墅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只是太高兴我们要结婚了，所以才给他们都放假。我要是知道姐姐会出事，我怎么会这样做？秦燕慈讽刺地笑出了声。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会在婚礼前给他送药？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，秦燕慈双眼通红，她上前扼住江清寒的脖子。要不是你，江河不会死，他也不会恨我。江清寒本就刚动完手术，而秦燕慈的力道十分大，他挣扎着，身上的伤口也裂开，他难受的喊叫着：不是我，妈妈，你快救救我啊！燕慈哥哥要杀了我！燕慈，我知道你伤心，但是清寒才刚动完手术，他的身体经不起折腾啊，你快放开！秦燕慈手上的力道缓缓松下，他睨了江清寒一眼。江清寒，希望他的死真和你没关系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而江清寒也再一次被推进抢救室。等抢救出来，他靠在江母怀里委屈地哭泣着。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好心觉得我们都不在，才给他们放假的。江母心不在焉地哄着他。江清寒见没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，眸子闪过一丝不甘心。明明江河已久如他所愿死了，可是为什么所有人的反应都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呢？他小心翼翼地开口：妈妈，你是不是也在怪我？江母罕见的没有回答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还有事，你先休息吧。说完，他不等江清寒答话，恍恍惚惚地走了。病房里的江清寒愤怒地将枕头扔下床。该死的江河，为什么死了还是阴魂不散？秦燕慈从医院离开后，浑浑噩噩地回到家中。别墅虽然已经被清理干净，可空气中还是散发着异味，这种味道像是一道利刃，凌迟着秦燕慈的心。她走回主卧，自从和江河离婚后，她就一次也没进来过。如今已经大变样，虽然他们结婚多年，可在一起的回忆却少得可怜。大多时候都是江河在她身边说个不停。她一闭上眼，仿佛还能听到江河的声音。燕慈，妈妈她误会我了，我真的没有要开车撞她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燕慈，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可以留下陪我吗？可他那会从来不在意，一颗心都在江清寒身上。如今追悔莫及，他苦涩地笑了笑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他和江河的婚纱照。刚翻开，就发现属于江河的那部分已经被撕下，他的心不由一慌，随即看向旁边的柜子，属于江河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他想起离婚那天，江河收拾了一堆东西扔掉，他走得干干净净，一个念想都不给他留。瞬间，他明白了，这是江河给他的惩罚，他用他的死给他留下毕生遗憾。秦燕慈的心脏泛着抽痛。江河，你够狠！秦燕慈靠在床上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。他明白，这回他是彻底失去江河了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大洋彼岸的江河已经脱胎换骨，他给自己换了一个新名字，沈南之。过去的江河已经死了，系统给了他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所以他选择在英国留学，去完成他曾经未完成的梦想。以前在实现梦想的途中，遇到了秦燕慈而夭折，如今一切回归正轨。重生后的沈南之每天都在忙着学业，这样充实的日子他已经好久没过过了。也是如今这样才让他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。这天，他刚下课，裴清恒的车就已经停在他面前，男人的目光带着深情。南之，我送你回去。他蹙起眉，遇见裴清恒也是个意外，他和他们也算是一个圈子长大的。只是后来江河结婚后，裴清恒突然出国深造，后面就没了联系。而他在英国租的房子恰巧在他隔壁，所以裴清恒第一时间就认出他是江河，哪怕沈南之不承认他是江河。江河，我永远不会认错你。之后他便天天跟在他身后，不厌其烦的献殷勤。沈南之被纠缠了那么多天，也有些烦躁了，他停住照顾。裴先生，
之前我已经和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再这样纠缠下去，会对我造成困扰。裴清衡的眼眸逐渐暗淡下去，但他声音依旧温润。抱歉，我只是想陪着你。沈南之彻底不说话了，他叹了一口气。国内的消息你也知道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过我的日子，与过去彻底告别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再打扰我。见他承认，裴清衡的眸子红了。得知江河死的那刻，他的世界就崩塌了，他深深地陷入了绝望。他爱了江河10年，在得知他找到爱人后，他选择退出并远离，只是为了不想给他造成困扰。裴清衡一直以为江河过得很好，直到得知他的死讯，他派人回去调查，才得知一切真相。那时他真的恨不得和江河一起去死，可就是那样的巧，在他寻死那天遇到了沈南之。沈南之见他沉默，无奈地叹口气。其实裴清衡曾经是他很好的朋友，他也明白他对自己的心思，可是他真的没有精力也没信心再投入新的一段感情了。他张了张嘴还没开口，裴清衡就出声了：江河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陪着你而已。见裴清衡这么说，沈南之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他点点头，以后叫我南之吧。沈南之和裴清衡说开后，关系亲近了不少。裴清衡经常接送沈南之上下课。南之，今晚有个学术交流会，你陪我去吧，这对你今后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沈南之没拒绝，他跟着裴清衡去到晚宴，这里有很多业界名流，不少人都认识裴清衡。见他带着一个女人，不由出言调侃：裴总交女朋友了啊，嫂子真漂亮啊，嫂子好。众人起哄着，沈南之只是淡淡一笑，对于这种误会他不在意，也不想去解释。裴清衡偷偷看了眼沈南之，见他没有排斥后，眼底闪过一丝愉悦。3个月过去，秦燕慈不得不接受江河已经身死的消息。他遵从江河的遗愿，把他的尸体火化后，就葬在他亲自挑选的墓地里。只是秦燕慈把周围全买下来了。江河的墓碑也是他亲手刻的，爱妻江河之墓，夫秦燕慈立。都离婚了，还刻爱妻，也不怕江小姐待在下面不安宁。秦燕慈身体一僵，她猛地起身，猩红的双眼瞪向说话的工作人员。给我闭嘴！江河他是爱我的。他上前抓起工作人员的衣领，情绪激动。江河是爱我的，再乱说我就杀了你！秦燕慈红了眼，最后还是他的助理过来将他拉开。那个工作人员则害怕的跑了。秦燕慈瘫坐在地，他看向墓碑上的字，觉得十分刺眼。良久，他喃喃自语：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。从墓园出来后，他就直奔酒吧。这3个月来，他每日醉生梦死，似乎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在梦境里见到江河。可醒来后，一切又烟消云散。江清寒站在不远处，他看着秦燕慈将一杯杯酒下肚，眸子闪过嫉妒。他好不容易等到江河死了，可秦燕慈变心是他没预料到的。那天他发火的样子，江清寒还心有余悸，但秦燕慈太过出色，他舍不得放过。想到这，他快步上前拦住秦燕慈灌酒的动作。燕慈哥哥，你别再喝了好吗？我知道你不开心，但我还在你身边。我现在病愈了，我可以比姐姐更爱你。可是你病愈是拿江河的命换的，你真的能心安理得的活下去吗？忽然，秦燕慈笑了。不如我送你下去陪她好不好？江清寒慌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向秦燕慈，他不明白，以前那个爱他如命、为他不择手段的秦燕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他俯身吻住秦燕慈的唇。燕慈哥哥，你以前不是想要我吗？我给你好不好？可是却被秦燕慈躲开，将他一把甩在地上。他的眼底满是厌恶。江清寒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，就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是一张模糊的图片，可仅凭背景，他也认出了那个人江河。江河没有死，意识到这点，他止不住的激动，飞快地拨通电话，随即朝酒吧外走去。而江清寒靠在地上，察觉到周围嘲笑的目光，他眼底的恨意更甚。他没看旁人的目光，强撑着走出了酒吧。回到江家时，就见江母坐在沙发上。自从知道江河死后，江母像是老了10几岁一样，可在江清寒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一件工具罢了。他怎么样，他并不在意。他酝酿了下情绪，眼眶通红地走进去，靠在江母怀里。妈，燕慈哥哥不理我了，你可以找燕慈哥哥谈一下吗？现在姐姐已经死了，我刚好可以嫁给过去。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江河是我的女儿，她才死多久，你就肖想起她的丈夫了？你要不要脸？那又怎么样？江河他就是该死。江母从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江清寒，一时间愣在原地，久久才反应过来。你这个畜生！你有什么资格骂我？我喊你几声妈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？江清寒没理会，还想再说些什么。江父回来了。爸，现在江河已经死了，留着这个女人也没什么用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稳固和秦家的联姻，这样我们江家的公司才能越做越大。江父赞赏地看向江清寒。不行，燕慈是阿和的丈夫，清寒不能嫁给他。京师有那么多名流权贵，换一家。你疯了不成？秦家的权势岂是别家可以比的？我们清寒要嫁就要嫁最好的。那我的江河算什么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她也是你的女儿啊！我和江河早就没关系了，你忘了吗？是你亲手签下亲子断绝关系书的。江母倒在地上，脸上带着痛苦。过往那些事犹如回旋镖一样，一点点刺在他的心脏。他的江河啊，肯定也是恨他的吧？江父和江清寒已经没有理会他，转身上楼了。江母大笑出声，笑着笑着泪水就落了下来。报应，一切都是报应。江河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他后悔了，可是已经换不回江河的命。另一边，秦燕慈到了英国后，就直奔给他发信息的好友家。这张照片哪里来的？江河在哪？秦哥，你别着急，还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嫂子呢。
我查了那么久，只知道这女人叫沈南芝，被裴清航保护得很好。这张照片还是先前一个学术交流会我偷拍的。裴清衡，秦燕慈喃喃开口，眸子闪过一丝嫉妒。裴清衡有多喜欢江河，他是清楚的，所以那个人肯定是江河。他的胸腔在沸腾的，死去的心也在那刻又活了过来。秦燕慈只用1天就查到了江河的住处。他敲响房门那刻，心底是按耐不住的激动。但是又害怕这只是自己思念过度的幻想，直到大门被打开，那张魂牵梦绕的脸再次出现在他面前。秦燕慈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紧紧将沈南芝抱在怀里，声音带着颤意：“江河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沈南芝短暂的错愕过后，就反应过来，他用力将秦燕慈推开，眉眼间带着冷漠与疏离：“先生，你找谁？”他没想到秦燕慈还能找到他，在他看来，他死后就碎了他们的意，秦燕慈应该会高兴的和江清寒结婚，他和他们注定是2条不相交的平行线。秦燕慈愣住了：“江河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害死你的。我不知道你真的生病了，也不知道你没有肾源会死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虽然不知道江河为什么会死而复活，但这些他都不在意了，只要他还活着就好。可沈南芝听到这话却想笑，一句不是故意就想将那些伤害全部清零吗？他还真是低估了秦燕慈的厚颜无耻。想到这，他的态度也称不上好。这位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江河，我叫沈南芝。如果你再纠缠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不，你生气是应该的，但是你能不能别不认我？曾几何时，秦燕慈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讲话。沈南芝无声地笑了笑，我都不认识你，生什么气？两人僵持着，一道温润的男声传来：“南芝，今天我带你去。”话音未落，裴清衡就看到了秦燕慈，两个男人的目光在空气中对视着。良久，秦燕慈自嘲地笑出了声音：“说什么你不是江河，你不是江河，他会和你在一起的。你知道裴清衡有多爱你，费尽心机离开我，是不是想和他在一起？”哪怕来之前，秦燕慈就知道了他们在一起。他一遍遍告诫自己，他没有资格吃醋，是他先对不起江河的。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的嫉妒。而裴清衡也怒了，他一拳打在秦燕慈脸上：“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和他讲话？”秦燕慈不甘示弱的反击，沈南芝并不想将事情闹大。够了！他怒喊出声，两个男人都停了动作。沈南芝走到秦燕慈面前，语气十分的冷：“我是江河又如何？没死又如何？那些伤害都是真真切切伤在我身上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找我？”沈南芝每多说一句话，秦燕慈的脸色就要白1分，可偏偏他一句都反驳不了，只能一遍遍的道歉：“江河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没弄清楚自己的心意，我不知道我爱你。你不知道你爱我，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伤害我。如今发现你爱我了，你一认错，我就该跟条狗一样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回到你身边吗？”沈南芝的话十分刻薄，秦燕慈也终于明白当初的江河被他伤得有多深了，他绝望的闭上眼：“对不起，我以后会好好弥补你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不求你现在就能原谅我，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一次就好，我保证我会好好对你。”说着，秦燕慈泪水就流了下来。可在沈南芝看来，这不过是鳄鱼的眼泪，绝无可能。秦燕慈的眼神不可置否的暗淡下去，她苦涩一笑：“江河，你怎么就那么狠心，连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我？可是，凭什么要给呢？”沈南芝的黑眸平静的像一潭湖水，没有任何人会在原地等一个人，就跟他和江清寒一样，纠缠了那么多年。结果秦燕慈来告诉他，他不爱江清寒了，他爱上他了，可不可笑？秦燕慈语塞，他张着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沈南芝并不会因此心软，他今天因为秦燕慈浪费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他实在没多少耐心。没什么事就走吧。说完，沈南芝将大门关上，将他热烈的目光彻底隔绝在外。天空也在此时下起了雨，而秦燕慈就在院内跪了下去。屋内，沈南芝看向裴清衡嘴角的伤口，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抱歉，连累到你了。”裴清衡却反握住他的手：“南芝，你永远不用跟我说这2个字。”裴清衡的目光热烈而深沉，让沈南芝招架不住，他下意识的别过脸。可裴清衡接着开口：“南芝，有一句话秦燕慈说的没错，我一直喜欢你，很喜欢。当年要不是因为你结婚，我根本不会出国。”沈南芝怔住，虽然早有预料，但他没想到裴清衡连出国都是因为他。可是你从来没说过。也许你会觉得我很胆小，但我很害怕你会拒绝，到时候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可是如今我发现我错了，他给不了你幸福，甚至还伤害你，我没办法看着你痛苦，所以南芝，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吗？沈南芝话音未落，裴清衡又开口了：“如果你是因为从前的事，那我不在意。就像你说的，江河已经去过去式了。南芝，我只要你的未来，而我相信我会是那个在未来和你走一辈子的人。”沈南芝的心脏剧烈的跳动着，说不感动是假的，他的眼眶湿润。清航，你让我好好想想吧。裴清衡喜极而泣，紧紧抱住沈南芝。南芝，多久我都等你。秦燕慈跪在院内，双眼死死盯着大门，她无时无刻都在期盼江河能从里面出来，说他原谅她了。可是结果还是让她失望了，她的江河好像真的不爱她了。意识到这点，秦燕慈的心脏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，她只能安慰自己是江河还没消气。深夜的气温骤降，秦燕慈已经跪得双腿麻木，整整一夜，江河都没出来，而秦燕慈也彻底晕过去。沈南芝发现时十分无奈，只能先将她带进屋，并非是对她余情未了，只
只是不想招惹麻烦。而秦燕慈清醒过来，见到他的第一眼，眼神亮起。江河，你是不是？话音未落，就被沈南之打住。别乱想，你晕倒在我家门口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先让你进来。现在你醒了，就走吧。沈南之的眉眼间全是疏离，就好像只是帮助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甚至他连一个陌生人都比不上，还真是一点念想都不给他留。他苦涩一笑，逐渐明白当初的江河是遭受了他多大的折磨，杀人诛心，莫过于此。可他承受不住再一次失去他的后果了，他不愿意放弃。江河，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那你愿意跟我回国吗？以前的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，到时候你要是没有回心转意，我一定不会再纠缠你。沈南之还是答应了，他确实不能一直逃避下去。裴清衡得知这件事时，眉心皱起。南之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不用勉强，我都可以帮你解决，甚至可以让秦燕慈一辈子都走不进英国一步。沈南之只是摇摇头。原本我只是想和他们划清界限，以新的身份开始一段新的人生。但是秦燕慈能找到这，就代表他不会轻易放弃。我再躲下去又有什么意义？何况从前那些事，我确实该为自己找回公道。那桩桩件件的陷害，他也该找江清寒讨回来了。良久，裴清衡才点点头，但还是坚持陪着他一起回去。对此，沈南之并没有什么异议。1周后，沈南之重新回到了京市，故地重游，却早已物是人非。沈南之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，可秦燕慈却十分激动，他终于找回他的江河了。秦燕慈带着他回到了两人的家，期间他絮絮叨叨：这里我已经恢复成和以前一模一样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可以再换，你以前扔掉的那些东西我都买了同款。以前总是江河在说，秦燕慈在听，如今全然相反。沈南之也没耐心听他说那么多，他不耐地打断他的话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秦燕慈的黑眸暗了下去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在弥补你。我不需要，这次回来是你说要给我一个交代，并不是陪你闲逛的。秦燕慈，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沈南之一脸防备，秦燕慈苦涩一笑，看来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他确实只是随便用个借口骗他回来，所以回国后他一直在拖延时间，企图用两人之间的回忆让沈南之心软，可还是搞砸了。他闭上眼思索了很久，良久才缓缓开口：跟我走吧，我欠你的，今天就还你。沈南之跟着秦燕慈来到江家，只是还没进去，屋内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清寒，你那个季姐真的死了吗？是死了啊，现在就剩下一捧灰了吧？还是我们清寒有本事，能挤掉江河成为江家的继承人，又能牢牢抓住秦总的心。提起这个，江清寒的眸子闪过不甘，但为了不在小姐妹面前丢脸，她脸上还是带着得体的笑容。燕慈确实是很爱我，当初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他就亲手设计，让江河误以为自己撞了他妈妈，之后又假装娶她，让他对燕慈死心塌地。甚至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我病得要死了，他就把江河动手术的肾源给我。说起来，也是燕慈亲手害死我那个姐姐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和燕慈结婚那天，我偷偷去看过她，那会儿就剩一口气了。是我故意制走佣人，他就死在别墅里发臭发烂了。几个人哄笑成一团，而门口的秦燕慈却如遭雷击。他不知道，原来江清寒连病都是骗他的。他苦涩一笑，他突然发现他和江河之间的误会像是一座大山，挡在两人面前，谁也越不过去半分。他突然想起从前江清寒说的那些话，如果都是假的，那他该有多混蛋，才会一次次误会江河，不相信他。他想解释，却对上沈南之那讽刺的目光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了。现在你还有脸求我原谅你吗？秦燕慈语塞，他说不出口，可要他放弃他也做不到。秦燕慈陷入了痛苦的挣扎，沈南之只是笑笑，看来今天不适合处理私事了，我们改日再约吧。说完，沈南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秦燕慈看着他的背影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他才回过神，转身看向屋内的江清寒，目光清冷。江清寒竟然敢骗他，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沈南之从江家别墅离开后，没走几步就碰到了江母，那个一生要强的贵妇人，如今宛如一个枯老的朽木，呆坐在湖边。她眼神空洞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沈南之内心毫无波澜，对于这个母亲，他已经仁至义尽。刚想加快脚步离开，江母就注意到了他，她眼角含着泪：江河，是你们江河，我是妈妈。妈妈。沈南之自嘲地笑了。可是有些人是不配当一个母亲的。江母快步上前，紧紧抓住沈南之的手腕。江河，你没死，为什么不回来找妈妈？你知道妈妈有多想你吗？妈妈已经明白那对父女都不是好东西了，以后我们母女……他话音未落，就被沈南之打断。江夫人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您从前亲口对我说过，您不希望有我这个女儿。这才过去多久，您就忘了吗？江母的脸色逐渐惨白。江河，我们是母女啊，哪来的隔夜仇？从前妈妈只是恨你不争气，恨你太狠心，你爸爸不爱我们母女，又有了私生女，妈妈当时被打击到了，所以才会恨你。现在妈妈已经想通了。所以您还是觉得是我想撞死您是吗？沈南之只觉得可笑，说了那么多还是不信他。他并不伤心，只是为从前的自己感到可悲。江母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但沈南之已经没耐心听下去了。江夫人，您的女儿已经被你们害死了，我叫沈南之，以后别乱认女儿了。沈南之说完，头也不回往前走。不，江河，你回来！妈妈真的错了，他崩溃的大喊，快步往前追，却摔在了地上，根本追不上沈南之。江母趴在地上哭着，突然一道身影笼罩了他，他抬起头，看到秦燕慈的那刻，眼神又暗淡了下去。
秦燕慈自嘲地笑着，江母和她一样都是又蠢又可悲的人，才会错过江河，抱憾终生。不过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。秦燕慈把江母带回了别墅，随即通过江母的口将他回国的事情透露给江清寒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江清寒就打扮得花枝招展来找秦燕慈了，他依旧是一副小白花模样。燕慈哥哥，你好久没理我了。秦燕慈眸子闪过厌恶，不动声色地拉开和他的距离，声音清冷。我记得过段时间就是你的生日了。江清寒一脸委屈，我以为燕慈哥哥忘了呢。没忘，前段时间发生太多事了，等你生日我会给你一份大礼。江清寒终于满意的笑了。等他离开后，江母才从房间里出来。燕慈，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秦燕慈对江母并没什么好感，在江河面前，他们谁也算不上清白，所以他没讲话，只是熟练地拿出一根烟，点燃，青烟寥寥，他仿佛还能看见江河的脸。沈南之从江家别墅离开后，就回到裴家。回国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借住在裴家。今天遇到江母，让他心累，明明都恨不得他死，可他真死了。他们又一个个跑来说后悔了，对不起他。可人命值多少钱？道歉又值多少钱呢？他闭上双眼，有一双手按在他的太阳穴上轻轻揉着。南之，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累？你还有我。裴清衡是他重生后唯一感受到的温暖，他笑了笑，并没讲话。裴清衡替他按了好一会，才拿出一份请柬。这是秦燕慈派人送来的请柬，邀请你去参加江清寒的生日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沈南之想起秦燕慈说的，要给他一个交代，到时候过去看看吧。1周后就是江清寒的生日。沈南之刚到，江清寒见到他的一瞬间大惊失色。是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他的仪态尽失，不断地朝后退。江小姐觉得呢？不可能的，江河不可能还活着。江清寒已经方寸大乱，但江河是他亲眼看见下葬的，眼前的人绝不可能是他。想到这，他稍稍稳住心神。不管你是谁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沈南之不为所动，可江清寒却着急了。他知道秦燕慈没有忘掉江河，要是这张脸出现在他面前，秦燕慈会动什么心思，他不敢往下想。于是他看向身旁的保镖，你们都是死的吗？居然让这种不入流的东西闯进来，出了事谁负责？可是这位沈小姐是秦总的贵客。江清寒彻底慌了，秦燕慈的贵客，那就意味着秦燕慈认识他。一时间他声音发颤，你到底是谁？沈南之笑了，他一步一步朝着江清寒走去。我是谁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以前我们可是日日见面，现在才多久就把我忘了吗？我的好妹妹。沈南之特地咬中好妹妹3个字，得到证实的江清寒彻底傻眼了，他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。不可能的，你明明死了，怎么还可能活着？一定是假的。沈南之蹲下逼近他的脸。是啊，我死了，可要活着来找你索命了。江清寒尖叫一声，猛地朝外跑去。就在这时，秦燕慈来了，他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躲在秦燕慈身后，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。燕慈，江河回来找我索命了。索命吗？鬼只会找杀死他的仇人索命，是你杀了他吗？他倒是希望江河能找他索命，这样他们就能纠缠在一起。秦燕慈承认自己爱的偏执了，可他别无选择。江清寒被吓得更怕了，而沈南之却笑出了声。妹妹还真是不禁吓，可别再把自己的肾吓出毛病，到时候可没有合适的肾源让你抢了。江清寒脸色一僵，虽然已经确定眼前的江河不是鬼，但是死而复活的人还是太过诡异。他沉默着，反倒是秦燕慈开口了。江清寒，我曾经警告过你，别让我发现江河的死和你有关系，还记得吗？江清寒顿住，他瞬间明白今天是一场鸿门宴，下意识想跑，但所有出口已经被保镖堵住了。秦燕慈一步步朝他过去，像是索命的恶鬼一样。江清寒，耍我好玩吗？听到这话，江清寒的脸色一白，有了先前几次的经验，他明白今日秦燕慈就是准备清算他了，可他无路可逃，只能嘴硬的狡辩。燕慈哥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别这么叫我，我嫌恶心。见秦燕慈的厌恶毫不掩藏，江清寒羞恼的开口：为什么不能？燕慈哥哥，你忘了你从前有多爱我吗？话音未落，秦燕慈就伸手掐住江清寒的脖子，他收紧了力道，眼底布满了红血丝。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在想，他和江河失败的婚姻到底该怪谁？可归根结底，要不是有江清寒的挑拨，他和江河该是很幸福的一对。如今都被他毁了。江清寒呼吸变得不畅，他害怕的求饶：燕慈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只是爱你，也有错吗？见他还是嘴硬，秦燕慈用力一甩，直接将他摔在地上，随即从助理手上拿出一叠资料，扔在他脸上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些是怎么回事？ A4 纸在空中散开，零零散散的落在地上。江清寒哆哆嗦嗦的捡起，一看才发现是他的病历。当初他的病并没有严重到要换肾的地步，是他买通了医生，撒下这个弥天大谎。他的手死死攥住病历单，后背紧紧贴在冰冷的墙面上，连呼吸都轻了不少。这是假的，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。江清寒的眼神看向沈南之，意有所指。沈南之轻笑了声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熟悉的声音响起。当初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他就亲手设计，让江河误以为自己撞了他妈妈，之后又假装娶她，他就对燕慈死心塌地。甚至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我病得要死了，他就把江河动手术的肾源给我。说起来，也是燕慈亲手害死我那个姐姐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和燕慈结婚那天，我偷偷去看过她，那会儿就剩一口气了，是我故意制走佣人，
他就死在别墅里发臭发烂了。呵呵。录音戛然而止，空气中静得可怕。燕慈，我只是因为太爱你，我不是故意要害死姐姐的。可就是因为你的自私，才让我失去了她。江清寒，你该死！秦燕慈一脚又一脚地踢在江清寒身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饶了我吧。姐姐她不是没死吗？我去给她道歉，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还给她，好不好？说完，他看向沈南芝，姐姐，你救救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把江家都还给你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好不好？秦燕慈的双眼同样落在沈南芝身上，沈南芝当即了然，明白秦燕慈这是在用江清寒的命逼他，可是他早已不是从前的江河了。抱歉啊，我不是江河，没办法替他原谅你们。今天这场合我是不适合待下去了，就不打扰你们处理家事了。沈南芝说完，毫不留情地离开了。秦燕慈的眸子暗淡下去，等反应过来，他一把揪住江清寒的头发，凉薄地笑了。我没机会了，你的机会也用完了。哦，还有机会的，我去求他，我让妈妈去求他，姐姐那么孝顺，一定会答应的。可是秦燕慈听不进去了，她现在满脑子都是江河那个决绝的背影，她太了解江河了。一旦决定了一件事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例如当初他不惜用死来离开他，这样痛得窒息的感觉，他没办法经历第二遍了。秦燕慈从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，眼里全是疯狂。你抢了江河多少件东西？想好怎么还了吗？江清寒一怔，并不懂这句话，可还是下意识的害怕，整个人抖得不像话。既然没想好，我来帮你吧。公司继承人、父母这些比较好处理，你身体里那颗肾，还有你家住在江河身上的痛苦，就比较麻烦。他遗憾地摇摇头，可手上的力道丝毫没放松，手起刀落。水果刀已经扎在了江清寒的肩膀上，鲜血缓缓流出。江清寒的惨叫声在别墅里回荡。秦燕慈并没有心软，反而勾起一抹凉薄的笑意。要不是你，我和江河走不到这一步。我从前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吗？说完，他像是不解气一样，握住水果刀往下一划，血肉模糊。江清寒已经没有力气叫了，只能和秦燕慈求饶。燕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我能原谅你，可是谁原谅我？他的视线落在他的腰上。当初你抢走了江河换肾的肾源，现在该还了。秦燕慈的刀尖落在他的腰上，他勾起唇，随即狠狠往下一挑，血肉撕碎的声音十分刺耳，而他就像没事人一样，随手将刀子一扔，就跟没事人一样，靠在沙发上喝着酒。酒精的刺激让他暂时忘了痛苦，他不松口，没人敢去救江清寒。江清寒痛得说不出话了，他能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慢慢流失，他不想死。余光瞥见江母，他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。妈妈，你救救我！江母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，方才所有的事情他都听清楚了，也明白那场车祸的始作俑者是江清寒，而他就像是个傻子一样，把仇人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着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场笑话。恍惚间，江母拿起刀子，狠狠刺在了江清寒的心脏。江清寒的瞳孔猛地一缩，随即彻底停止挣扎。死前他颤抖地抬起手，指着秦燕慈和江母：你们就算杀了我又怎样？你们永远得不到江河的心了。说完，他彻底没了气息。江母仰天大笑起来：江河，妈妈替你报仇了，替你报仇了。他一边笑一边往外走，秦燕慈并没有阻止。在他看来，他们二人完全是罪有应得，可又没有资格去怪对方。他将一杯酒一饮而尽，因为太用力，酒杯在他掌心裂开，玻璃碎片扎进掌心，血肉模糊。秦燕慈像是察觉不到疼痛一样，报警吧。江母摸着黑来到裴家别墅，沈南芝见到他浑身是血时吓了一跳，而江母像是没察觉到，就想上前抱沈南芝。阿和，妈妈的阿和，妈妈给你报仇了，江清寒他死了。沈南芝一怔，江清寒死了，还是被江母杀死的？他眼里透着难以置信，紧接着又听见江母开口：妈妈错了，是妈妈不相信你，妈妈给你道歉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他的精神恍惚，一遍遍地重复自己错了。沈南芝也大致猜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可是他不会因此就原谅江母。我已经说过很多遍，我不是你的女儿，请你出去。你还在恨妈妈对不对？妈妈是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啊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啊？体谅？沈南芝觉得好笑，他明白江母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他只是权衡利弊后，江清寒失去价值了，就又想拉拢他。其实他的本性一直是自私的，否则当初就不会那么果断决绝地抛弃她，而去认一个私生女当女儿。沈南芝为从前的自己感到可悲，想到这，她的声音也冷了几分。可是没有哪个母亲会放弃自己的女儿，也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用一句道歉就抵消的。江母接下去的话哽在喉咙，她刚想开口再说些什么，警察已经蜂拥而入。江夫人，您和一起命案有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江母忽地笑了，她没有挣扎，只是看着沈南芝喃喃自语：报应都是报应。沈南芝盯着他被带走的背影，十分平静。他已经和过去彻底割舍了。第二天，江夫人杀死自己继女的新闻就席卷各大新闻头条，江家的公司也受到了波及。江父忙得焦头烂额，最后还是没撑住破产了。这其中自然有裴清衡的推波助澜。女儿死了，家也没了，江父受不住打击，大病一场也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沈南芝并不在意，这是他们该受的。事情到这告一段落，沈南芝就准备回英国。秦燕慈得到消息急忙赶来，她挡在沈南芝面前：江河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只是做错一件事而已，我罪不至死，你不能这么心狠。罪不至死？沈南芝讽刺地笑了，他想，他和秦燕慈那些恩恩怨怨也该做不了断了。
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跟我去一个地方吧，希望到时候你还有脸说这些话。秦燕慈的心里萌发出一抹希望，然而沈南之却是将她带到了墓园。秦燕慈僵在原地，不敢迈进一步。沈南之只是笑着，不敢进吗？秦燕慈深吸了一口气，还是跟在沈南之身后，走到了他亲手立的那个墓碑前。沈南之看向墓碑上的字，只觉得讽刺。瞧见了吗？什么叫罪不至死？尸体是你亲手下葬的，那你就该明白我是真真切切死过一次的。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命大，而不是你秦燕慈绕过我。你凭什么要我原谅你？说到最后，沈南之几乎是用吼的。秦燕慈无力地跪在墓碑前。对不起，江河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磕头认错好不好？只要你能原谅我。沈南之拭去脸颊上的眼泪。不需要了，秦燕慈，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不该纠缠我。我想过好我的日子，不想再跟过去有任何纠缠。你记住，那个深爱你的江河已经被你亲手杀死，埋在土里了。他摇着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那双眼对上那刺眼的墓碑，就一句话都说不出了。秦燕慈痛苦地哭着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江河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日日都活在痛苦中，我真的不能接受再失去你一次。沈南之盯着他，沉默了许久，终于开口了。所以你也明白，我死了，以后就当我死了吧。他说完就想往外面走，秦燕慈眼底带着偏执。是不是我把欠你的命还你，你就能原谅我？沈南之一怔，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见到他拿出一把刀，嘴角挂着苦涩的笑。江河，我拿走你的肾，害你失去性命，如今我还你。秦燕慈毫不犹豫朝着自己的心脏刺去，她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却还是强撑着走到沈南之面前。她颤抖地抬起双手。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？沈南之被吓了一跳，刚要朝后倒去，裴清衡从身后扶住了他。裴清衡一把将秦燕慈推开，目光透着冷意。秦先生还真是越活越回去，以死相逼的戏码都能做得出来。秦燕慈倒在地上，胸口的血止不住地往外流，但她依旧强撑着一口气。江河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换我追你？我保证不会再伤你的心。沈南之摇摇头，永远都不可能了。结婚那些年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你没有珍惜，如今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。沈南之说完，毫不留情地往外走去。当天，秦燕慈被120送去医院，而沈南之坐上了出国的飞机。飞机上，裴清衡带着温柔的笑。我以为你会跟着他去医院。沈南之握住裴清衡的手。我过去做什么？如你所说，你会是未来那个陪我走一辈子的人。我陪在你身边就够了。裴清衡一顿，反应过来后激动地抱住他。南之，谢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。沈南之觉得老天爷对他不薄，虽然前半生受尽蹉跎，可是他的后半生有了裴清衡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2年后，沈南之顺利毕业，裴清衡跟他求婚了。戒指戴进无名指的那刻，沈南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。余生，他有他爱的人，也会有自己爱的事业，足以。裴清衡和沈南之结婚那天，助理将照片传给秦燕慈，沈南之笑得很开心，和他记忆里的样子重叠。他的泪水落在照片上。2年前，他虽然捡回一条命，但还是伤到了肺，落下病根。他卸下公司的职务，搬到了墓园山下，当起了守墓人，日日守在江河的墓前，守着那个深爱他的江河。他惨白的脸上透着痴迷。良久，他抬眸盯着那块墓碑笑了，像是释怀。江河，祝你新婚快乐，一生顺遂。